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今天这个题目啊，我相信所有学习过或者接触过命理的人啊，都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疑惑啦。我自己本身呢，在刚学习的时候也是有类似的疑问，就是啊，如果我们的命不断的去算，也就是普遍上大家认为的算命的话，是不是会变得越来越糟糕？那在现实里面啊，的确有一些人呢，你可以看到呢，因为他不断的去想算命，不断的找老师来理解他的命盘，但是呢，你会发现啊，他的生活啊好像没有变得越来越好，反而变得比之前啊还要糟糕。那这样子的现象啊，也影响了其他没有接触过命理的人啊，他们就会觉得这命理啊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今天这个视频啊，我就想跟大家来一起探讨一下这背后的理由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在了解过后，我们要去如何提防自己也陷入这种一样的状态。那我们作为开始啊，我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在学八字命理之后啊，我开始的缘由啊，是因为呢，那时候我自己在创业，我在开始尝试从打工族转换成创业的时候，经历了一波非常大的挫折啦。基本上啊，你可以说我的整个生活啊，都面临了一个180度的反转。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问自己，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到底为什么会遭遇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那时候机缘巧合下，让我接触了八字。当我理解了我自己的八字，还有我在经历的那个大运，还有流年过后啊，我终于明白我那个时候啊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然后也让自己啊遭遇这么大的一个挫折。那我相信啊，在镜头前的你们啊，很多人呢也是一个这样子的开始的源头。因为呢，我们通常是在遭遇一些挫折，遭遇一些人生的迷茫的时候，我们人呢很常就会想要找一个答案。我们想知道啊，是不是这个所谓的宇宙或者这个外在的世界啊，是不是有一些东西啊，导致我们面临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的确啊，那时候呢，我就通过八字啊，得到了这个答案。那我为什么啊，接下来呢，又没有陷入到变得越来越不好的情况呢？那这就取决于啊，我那时候呢，跟随的一个老师啊，是以一个非常正面、非常积极的态度啊，来看待命理玄学的这些工具啊。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那我的老师呢，就是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周一亚老师啦。那所以呢，大家会觉得我用这些八字、奇门、风水啊，都感觉非常的积极、正面，或者非常的不一样，很现代啊。很大的部分呢，我是从他身上得到的启发，还有所学习回来的啦。这里呢，我就要非常感谢他啦，给了我这样子的一个视野。那当我在学习过后，我也开始去给其他人咨询，帮别人去看他们八字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呢，很多人啊，他们看这种命理的角度啊，是跟我非常的不一样，就让我思考啊，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呢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后来呢，我就理解到了那个理由到底是什么了。我们通过这些八字命理得到的答案，很多时候呢，都是从一个外在。我们希望呢得到的一个答案，是因为外在而影响我们，而导致我们做一个这么不好的决定，或者遭遇这样子糟糕的一个运气，或者面对这么挑战的一个挫折。其实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结果，它的源头呢，都是来自你自己。只有你真的承认所有的事情，所有事情的这个结果都是你的责任的时候，
只有当你认知到所有事情的结果，你的人生、你的工作、你的感情生活，所有东西啊，都是你的责任过后，你才有可能啊去改变你的人生。那我就发现啊，在很多人在学习这些玄学、这些命理的时候啊，他们呢都是把那个责任推给外在，就是说我的命不好，我的八字你看非常的糟糕，少了这个元素或者某个元素呢超级的多，所以呢才会导致我做这样子的行动。又或者呢怪罪风水，我的家非常的糟糕，有一个缺角方向不对外面呢是一个很大的煞气这些。或者呢有一些比较符合现在的，就会说我们现在迈入了9运，所以呢我做的东西是属金的、属水的，跟这个火是对抗的，所以呢我的生意就会变得非常的糟糕。所以呢讲到最后所有东西呢都是这个宇宙这个能量的错，但是呢不是你的错。所以当你陷入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循环的时候你就永远的都在找外在，永远都在找下一个可以被你怪罪的东西了。那这个部分如果大家去看我的今年的运势视频的话，你会发现呢，有一些人也会来这么提问我，他就说，你今年或者说我的运势会非常好吗？但是为什么我还是面临这么多糟糕的事情？所以他们背后的一个思维就是说，我们今年应该是要好的运势，但是呢，我还是遭遇这么糟糕的事情，所以呢，不是我的问题，是这个运势的问题，是这个老师的问题，是我八字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个自我责任？OK， 你要承认所有事情呢都是源自于你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步，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因果关系。你所有的事情如果你要它成为某一个样子，必定呢是因为你有的一个决定，你做的一个行为，你表现出来的一个态度所产生的才会是那个结果。我们命理呢，只可以让你知道就是说你在这个阶段，你比较受好的能量影响，还是不好的能量影响。或者呢，他可以跟你说的是，你在这个阶段遇到好人的几率会比较大，就好像你的贵人、你的文昌、桃花，或者呢，你有一些比较好的能量来到你这里。所以呢，这个好的能量来到你这里的时候，你自己本身也要做一个对的事情，这个好的能量才会发挥它的作用。那如果这个好的能量来到你的地方的时候，你做的是一些愚蠢的决定，是做一些白痴的决定的话，那你当然得到的结果，就算再好的能量来帮助你，你也会得到一个糟糕的结果啦。那相反的，如果是一个不好的能量来到你这里的时候，但是呢，你有这个觉察，你知道呢，你这个时间段，今年呢，或者这10年你的路途会比较颠簸一点，会比较艰难一点。但是呢，你已经准备好了，你知道呢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你愿意呢给他一点时间、一点耐心，还有不要让自己非常容易的陷入那种负面的状态的话，那其实你也是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东西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八字或者我们所谓的9运或者风水这些呢来影响我们，对，它是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呢最决定的那一个因素其实是你自己。所以如果你没有认清你有那个责任的话，
你只会呢算命啊越算越差。因为呢他可能啊问了这个老师，他跟他说啊，哦，你今年呢可能会面临这样子的问题，会遭遇这样子的情况。那但是呢，他就是哦，对，我的生活真的很糟糕。那当这个老师啊给到他这种所谓的自我安慰的时候，他就感觉啊，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的责任。那当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开始觉得啊，但是我的生活还是很糟糕，我又想去问一个答案，他又去找另外一个老师。那他又给他同样的啊，因为你经历的是这个大运，这个流年。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吗？他就永远的在那一个循环里面，他不觉得自己呢有那个责任要去做出任何的改变。所以这里啊，我再次提醒大家，你们要学这些命理，你要学八字、风水、塔罗、西方的星座，这些所有东西都可以。但是呢，你们一定要让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还是你的责任，不是你的八字，不是你衣服的颜色，当然也不是你的手上戴的任何的配饰啦。那至于啊那些帮别人去看八字，帮别人去算命，这些呢，像我的话，我自己的经验啊，其实呢是这样子的。我帮一个人去做咨询，我看他的命盘，还有给出相对应的一些建议的时候，其实呢，我都视它为一种能量的交换，并不是所谓泄露什么天机啦。我只是呢，以一种要帮助对方的心态。这个东西啊，就好像你去做义工，你去做慈善，是一样道理。你要帮助那个人，你是不是要付出一点的精力、一点的时间、你的能量？你只有付出出去的时候，你才可以帮到那个人，对吧？只是呢，跟这些所谓的慈善或者帮助别人啊，有一点不一样的是，我是以这个呢为我的事业，所以呢，我在帮助你得到的回报，就是一点金钱上的回报啦。所以啊，以这种我要帮助对方的心态出发的话，你呢就不会越算越没有力。因为啊，我说实话，我有时候看到有一些老师呢，在网络上啊，会非常的负面，或者呢，你会感觉这个人呢，并没有活得更加的自在，更加的开心。很多时候啊，可能啊，就是因为他们忘记了他们进入这个行业，或者呢去做这个事情啊的一个初衷。所以呢，如果你本身呢也是在这个行业的，无论是任何的能量或者命理，任何东西都好，只要是关于到这种比较服务、帮助别人的，你要知道啊，你的初衷到底是什么。那我相信啊，你们大家呢的那个初衷啊，就是想帮助更多人啦。那当你啊可以不断的提醒自己这个东西，然后呢可以照顾好自己的这个身心能量的一个状态，那你就不会越算越没有力啦。那当然啦，在现实里面啊，你要做更多的也是一种的自修，不断的去好像进行静坐、禅修，甚至啊，我本身呢，我觉得做瑜伽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个方式。好，那我希望啊，这个视频呢，有解开大家对命理的一些恐惧啦。因为啊，命理呢讲的不是什么天机或者一些不可以被泄露的东西，它讲的所有都是能量。那这个能量呢，不只是你看的那个人，你自己本身，你要怎样让它处于一个比较高频的状态，将会啊决定你啊在用这个命理的工具的时候，到底是来帮助到你，还是呢让你变得越来越糟糕。
好，那我希望这个视频呢不会讲得太抽象或者太玄啦 ，OK？ 因为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我对这个命理的一个看法，还有我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我在不断的落实在我的生活的时候啊，我是一个怎样的态度去看待它了。那我希望这样子的分享对大家呢，在学习命理的时候有所帮助。那我们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视频见，拜拜。